4月15号在无锡举行的乒乓球亚锦赛女单决赛中，日本17岁小将平野美宇3比0击败中国选手陈梦，夺得女单冠军。这位日本小将状态极好，本届比赛中接连击败国乒3大主力丁宁、朱雨玲和陈梦，着实让人大跌眼镜。同样是在该项赛事中，男乒主力马龙和许昕也分别输给了韩国的郑尚恩和日本的丹羽孝希，早早出局。类似的场景还出现在11月的德国公开赛中，全主力出战的中国男乒全线溃败，决赛甚至成为了德国德比，冠军最终被名将奥恰洛夫摘走。随着近年来不少乒乓球国际选手，尤其是日韩以及欧洲的选手逐渐崛起，中国乒乓球运动受到一定冲击，这也给国球的发展敲响了警钟。今年乒乓球2个特别重要的赛事，对，那自然这个提起2017年，那肯定是2个非常重要的赛事，一个是杜塞尔多夫世乒赛，一个就是全运会的争夺，一个国际一个国内。对啊，的确。然后呢，应该说这2个比赛呢，在2017年占的分量是非常重的。在这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也知道，经历过了这个在无锡举行的亚洲锦标赛，当时中国女队在比赛里边呢，平野美宇是接连战胜了丁宁，战胜了这个朱雨玲，战胜了陈梦，获得了冠军。对，当时3大主力，对，也给大伙儿吓一跳啊！也正因为这个平野美宇的那个刺激吧，所以说使中国乒乓球女队在黄石1个月封闭集训的时候，当时就提出了说，我们一定要在杜塞尔多夫世乒赛上要重新证明我们的这个能力。而且还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中国乒乓球女队黄石开会期间，就是全队上下达成了一个共识。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呢教练组的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其他的这种比赛当中，我们的主力队员要战胜平野美宇，他们就类似于这样的日本选手，而且我们的年轻选手也要在类似的比赛当中给对手一击，这样让大家觉得我们整体这样一个团队强大的一个实力，让他们感觉到一个就无所适从。对，摧枯拉朽般的胜利。结果这整个比赛下来之后，确确实实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平野美宇自从在亚洲锦标赛上夺冠以后，紧接着11连败，而且不仅是丁宁2胜他，包括朱雨玲，包括这个刘诗雯，包括陈梦，甚至于我们年轻的小将，包括孙颖莎，包括这个顾玉婷，都对他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有一段时间，好像据日本媒体报道说，这个平野美宇有点心灰意冷，还不如多藏会儿。对，奥运会再出来啊。这也反映出就是中国乒乓球女队，其实呢，我们的整体实力确确实实是非常强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团结、非常强大的这个教练班子。对，他是怎么？我先问问他是怎么做到的？这咱不能说光说我们一开会我们赢了他，我们要赢了他就不能做到，那怎么做到？具体需要有一些实施啊。对我们的科研人员，我们对对手的这种研究是其他队伍所根本不具备的。这里边我们简单的这个透露一下，大家可能也知道，在黄石1个月封闭集训的时候，我们不仅在提高自己的能力、提高自己的技术，同时在针对我们可能遇到的每一个对手进行分析。我记得当时好像平野美宇当时模拟对象大概就4个人，当时的那个谁孙颖莎就是模拟平野美宇的一个对象，结果后来在比赛里面孙颖莎也是这个几次战胜了平野美宇。这个应该说我们的年轻选手这一下子全都起来以后，让日本的这些队员们都感觉到无所适从，感觉到这就开始怀疑人生了，有点。是，完了以后确实是日本媒体好像确实有这样的预言啊，就是说确实感觉到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也摸不着头绪，因为我们这确确实实现在你想，16岁的孙颖莎，18岁的王曼玉，对吧？也包括前面的，包括像丁宁啊、刘诗雯啊，包括这个朱雨玲等等那些，这个我形容我们的2017年的中国女乒是什么？是4朵金花绽放。非常不好意思啊，一些小小的这个技术故障，为了表达我们的歉意，咱们先请武志老师来开第一个讲吧。来吧，好，网友们准备啊，尤其是没走开这些网友准备啊，我们这儿选的是第一位，谁第一位答对这个问题，然后呢，您呢底下和我们的编辑跟他们联系，然后他来把您的这个名字记下来之后，给您颁发奖品啊。咱第一个，咱先颁什么呀？
有票，行，那我们就即兴出一个吧，好吧？行。啊，哪支队伍在今年的全运会上夺得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哪支队伍在今年的全运会上获得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女子团体的冠军。好，看看啊，看看谁的，应该说非常简单。第一个。这个对了。已经对了。对，四川在朱雨玲的率领之下，是校是小不是校啊，也是创造了四川乒乓球界的一个历史啊！非常恭喜您啊，上来第一个先拿到奖品，拿到了邮票1枚啊。好，你就记下来。李军老师搬出的啊，应该说这次感谢李哥还是李叔还是好都行啊。这个，咱们就说朱雨玲吧，因为刚才朱雨玲带领四川队不是夺得了第一个这个全运会团体的冠军嘛？应该说，我觉得这次在全运会的比赛里边，朱雨玲的发挥相当出色，包括不论之前跟这个王曼玉的比赛，包括跟丁宁的比赛，都完完全全的发挥出了自己的技战术水平。尤其我记得好像他当时跟王曼玉的比赛，他当时一上来是3-0领先，结果没想到被顽强的王曼玉是连扳3局，扳成了3-3平。决胜局的时候，这个朱雨玲又是6-0领先，没想到又让顽强的王曼玉追成了9-9平，最后是11-9险胜王曼玉。这王曼玉就是惜败以后，我记得在我们这个红河采访区的旁边，我一回头一看，一个小姑娘在那哭，我一看，是王曼玉。就这一个画面，当时也成了我这次田径全运会记忆比较深刻的一个场景吧。后来我就觉得，我说队员确实不容易，而且再一个，从这个方面也反映出王曼玉这个队员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对啊，然后随后经过了这个全运会的这个洗礼之后，因为全运会上这个朱雨玲是参加了4项，团体、单打、双打、混双4项全参加了。她的这个团体是冠军，然后呢单打是获得了第3，混双第3，然后呢女双是获得了亚军。应该说成绩是非常出色的吧，4项全部站上领奖台，这也创造了一个记录吧。应该说我觉得确确实实有了全运会的洗礼之后，紧接着朱雨玲又参加了这个亚洲杯的比赛，获得了冠军，紧接着又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而且在决赛里边是战胜了这个刘诗雯。好像刘诗雯跟这个朱雨玲俩人，这个刘诗雯好像一直是他的苦主，这感觉。不，其实就今年吧，给我一个感觉，这个朱雨玲确确实实跟刘诗雯比赛的时候有点翻身了，是吧？因为以往的时候，因为我这一年的感觉，对，我印象特别深的，当时在仁川亚运会的时候，女单决赛也是在这个刘诗雯和朱雨玲之间进行的过程当中，后来我发现朱雨玲乐了。后来下来我就问他，我说朱雨玲为什么比赛的时候乐了？后来他说你不知道，李叔，我打着我觉得把我自己所有的本事都使出来了，我就是打不过他，所以说把我逼得没辙了，我自己乐了，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姑娘。但这次你看今年的这个转变，从这个杜塞尔多夫世乒赛开始，她4-3战胜了这个刘诗雯，紧接着这个亚洲杯又战胜了这个刘诗雯，世界杯又战胜了刘诗雯。也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朱雨玲也完成了一次飞跃。在夺得这个世界杯冠军之后，李隼教练对她的评价是说，飞机已经很平稳地进入到跑道上了。这也可以反映出对朱雨玲还是寄予了一个厚望的。那就是说，其实在这之前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航线的。对，其实在这个出战世界杯赛之前，女乒教练组还是很有所顾忌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之前这个男乒是输到了世界杯的比赛，紧接着要进行女乒的这个比赛，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女乒教练组就压力特别大。当时呢，因为朱雨玲是19大代表，因为当时呢，因为她也要列席会议，没办法，队里边就特意在这个运动员下榻的宾馆的旁边找了一个小房子，然后每天晚上李隼教练陪着这个朱雨玲练球，然后找2个队员，然后2打1，就这样。因为而且另外这个出征世界杯之前呢，这个刘诗雯的腰也不是很舒服，因此在这样的场景之下，女乒教练组对这次这个世界杯说心里话一点底没有，没想到最后2个人顺利的会师决赛了。厉害，这个实力使然啊！咱这说有点乱吧？怎么从这个世乒赛一下说的平野美宇，哗就回到朱雨玲，又到全运会这一周转的有点乱。但是武指老师表达的非常清楚，咱们继续回到世乒赛继续回到世乒赛啊。
世乒赛成绩是5金中当时夺到了4金。其实这很多这个王宝伟一直在喊呢，其实从一开始就在喊丁宁丁宁丁宁啊。而且今年的丁宁好像在各种这种大奖的评选当中啊，都是佳女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提名，是吧？很多都提名，而且还有的拿下这个奖项了。咱们的中国电视体育奖也是佳女提名。哎呦，这丁宁，我觉得2017年确实可以用完美一词来形容。完美。当然了，这个世界锦标赛夺冠，全运会夺冠，对吧？然后又世界大代表，而且现在我觉得丁宁在女乒当中的这个作用，无人可以替代。为什么？这个丁队长，因为说心里话，就是现在很多年轻队员都在模仿丁宁，都在学丁宁。您指的是打法还是说？最主要的一点，这技术特点咱们就不说了，主要就是赛场内外的那种气质，那种做事的那种职业精神，那种态度，确确实实影响了一大批的年轻队员嘛。所以当时我记得我在做节目的时候，陈斌教练曾经说了一句话，说丁宁现在的位置是一种被需要的一种位置。被需要，你想这个一个人这离不开你说被需要。后来我就做了一个节目，名字就起的叫被需要是一种幸福。这也说明这个丁队长既说明他的实力，同时也说明了他更大的一种责任。所以说呢，丁宁你看他接下来的一系列的比赛里边，人家也确确实实用自己的这种表现，说明了丁宁确确实实具备这方面的那种能力。有这方面的已经，我觉得老师能给我们具体说一些丁宁今年让您非常感动的故事，就是您从更细节的来说一下他的起到这种模范带头作用的事情。丁宁，你看今年咱们在跳，咱们这个坊呢几个空间来回的跳。对，吴老师擅长穿越啊，擅长穿越。比方说，因为今年这个世锦赛夺冠之后，因为各队都在备战这个全运会，备战全运会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北京代表团提出的口号是一定要至少夺得1块金牌，因为之前的时候呢，这个马龙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打了一阵封闭。这时候呢，这个北京代表团可能把更多的精力就放在了丁宁的身上。到最后一天比赛之前，北京代表团还没有获得金牌。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就问这个张雷见了我们之后都一直绷着个脸啊。后来我问他怎么样，我也给他宽心，我说淡定，这个女单决赛还没结束呢。他说我能淡定吗？全运会的争夺，他说世界上最难打的比赛就是全运会。咱们笑归笑啊，这一下因为我们也都是记者，在亲临赛场那个去采访的时候，确实能感受到那个教练啊、队员的那种紧绷的那种神经，确实是这样。对，然后呢，就是当丁宁拿下女单冠军之后，我天，在那个旁边的那个楼道那边，因为当时紧接着马上就要打男子了，然后张磊吼一声长吼，哎呦释然了，哎呀这时候呢，然后过去这个张磊给丁宁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呢这个丁宁又跟张磊又在那说了一句说，看我们男单的。结果男单最后也拿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全运会最后那一天，应该说北京代表团成为了最大的赢家，拿了2个分量最重的这个金牌吧，也实现了他们赛前提出的这样一个目标。另外呢，我觉得就是比方说北京女队吧，尤其女队，从团体赛开始，包括到后面的，包括这个女双啊，包括混双，包括到这个女单，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大家一提起来主心骨一定是丁宁。丁宁，你看每一次在封闭这个赛前热身的时候，只要丁宁一到，你看齐刷刷周围的人已经基本上就全到了。人家说丁宁自己也跟自己在那说，我作为一个核心来说，我有能力和义务来带领大家，对吧？然后呢，取得更好的成绩，或者说达到我们想达到的那样一个高度。所以说，我就感觉这丁宁这1年来当中，不仅球技日趋完美，对吧？创造了自己的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新高，然后同时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他影响了周围一大批人，这个作用确确实实是其他人所不具备的。在球队里确实是丁宁是被需要的人，被需要的人。对，今天坐着聊天3个，武军老师是最被需要的人。来吧，咱们接着开讲吧，奖品太多了啊，奖品太多了，来吧。不知不觉26分钟了啊，26分钟，好，问问题，武军老师啊，大家准备啊，武军老师又要问问题了，又要发奖了，这回发哪个奖？武
觉老师写的书。来吧，来我们说丁宁，我们就发丁宁的这个。哇，这大好了，最想要这个，好不好？大家准备啊啊！丁宁的签名啊，手书。好，那我们还是随便说吧，就是在杜塞尔多夫世乒赛上，丁宁是几比几战胜了朱雨玲？开始。杜塞尔多夫世乒赛上，对，丁宁几比几战胜了朱雨玲？对。大家别喊丁宁了，赶紧回答分数。对，比分啊。比分。看看比分，哎呦，4-2，对了。等会儿啊，4-2。叫斯东尼斯盖，这是一个英文名，我给记好了。恭喜你获得了丁宁的这个签名的首日封。来啊，再念一遍这个网友的名字。叫 Stony Sky。到时候联系我们的编辑来领您这份大奖。其实我想自己眯走了，实在是不合适，因为我没记住这个比分，不好意思。聊完丁宁，有这个网友想问问您关于陈梦今年也打得很好。对，陈梦不久前在这个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总决赛上，我觉得发挥的相当出色。说心里话，让我们也是大吃一惊。可以说，在今年的天津全运会上，起初阶段，这个陈梦呢发挥的并不是很好。小组赛里边，我记得当时对河北，他是输给了孙颖莎。也正因为他输给孙颖莎之后，当时山东女乒是输给了河北女乒，对吧？以至于在今年的这个全运会的比赛里边，这个山东女乒显得非常的被动。然后呢，这个经过自己的反思之后，从之前的比方说瑞典公开赛开始，渐渐这个陈梦又逐渐找回了自己的一种状态。然后呢，不仅在这个总决赛里边4-0战胜了朱雨玲，最主要的是在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了陈梦良好的竞技状态和思想状态，尤其是你比方说他反手的斜线进攻，我觉得这一板的确太帅了。有的时候有斜线，有的时候有直线，然后配合着正手的直线进攻，这可以说，我觉得尽管说这么一个很微小的变化，但是这个陈梦表现出来的那种感觉、那种状态，因为有一阵的时候，大家感觉这个陈梦跟朱雨玲相比，已经开始有一段被拉开距离了。但是通过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这种反弹之后，大家觉得这4对军花现在又处在了几乎同一个水平线上。你这边能打出来，说明这个信心啊。对呀，然后紧接着这个到下个月开始吧，国际乒联不是采用新的积分办法，陈梦将成为新的世界排名第1。这可以说，我觉得这对陈梦的自信心上面又是一个极大的提升。当然了，这个世界排名第1呢，咱们又扯得有点远啊。我觉得在中国乒乓球队来说，大家都觉得世界排名第1算不了什么。为什么？就是说，只要派谁参加比赛参加的多，那么他的成绩自然就会好。所以说，在他们认为说，世界第1不牛，世界冠军不牛，什么牛？大满贯牛。提到这个谁打的这个比赛多的话，可能这个更容易排到这个第1名啊，积分第1。好像这个今年国际乒联这个政策上有变化哈，这个在对于积分制的这方面，就需要队员使劲去打比赛，那累死了。对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因为我知道这国际乒联它的初衷可能也就是希望这些名手、这些国际乒坛的高手们能够多参加比赛，当然对这个各地方的宣传可能也是一个推动，但同时呢也会产生一个问题。你比赛打得越多，可能你的积分可能才会越多，但同时年轻选手冒尖的这种成功率也会越小。所以说，在这个老将们打得越多的这样的前提之下，还是新人们然后冒尖的次数更多的这个问题上面，其实是一对矛盾体。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你比方说像今年这个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总决赛，它就规定什么呢？至少要参加4站以上比赛的选手才有机会去参加他的这个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的总决赛。正因为如此，你看丁宁没资格参加，对吧？刘诗雯也没资格参加。他呢，因为有6站白金赛事、6站常规赛事，他要求了这么多之后呢，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就怎么说呢？对老队员们的体力精力，就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对，我也想问您，你说乒乓球咱们老说以赛代练，就是真的我就撒出去打比赛的，我平时这个训练，那你怎么保证啊？你没有一个好的这种训练体系的话，对他们来说
很难吧？应该。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呢，其实中国乒乓球队为什么大赛当中的成绩那么好，就是因为之前得益于他们的那种很系统的那种封闭训练。因为这个会不会打乱呢？他们这种很有可能，就是你的这个封闭集训的时间越来越短，对吧？要求你参加公开赛的次数越来越多，你势必集训的时间会越来越短。这个时候对队员的能力、体力各方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你比方说，再一个，我问那个李隼教练，因为当时这个朱雨玲是0-4就输给了这个陈梦，我问他，我说为什么感觉这个前一段时间朱雨玲的这个调子还不错，为什么这次感觉跟陈梦打都没得打？什么原因？他说你掰手指头算一算，就是因为你看从全运会开始，朱雨玲参加了4项的比赛，然后紧接着后面这一系列的亚洲杯啊、世界杯啊、什么公开赛那些，打到最后人都完全精力体力完全支撑不了。所以说呢，这接下来对我们这些主力队员在明年甚至于今后的这个积分的这个方面，我觉得可能还真的看看怎么能找出一种既合理，然后呢又有效的一种方法，这可能是中国乒乓球女队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吧。反正各种政策一出来，总是对中国队是个考验。当然了，不仅仅是中国队啊，这规则都是平等的，咱只好这么说，是吧？4朵金花，表了3朵，该请武军老师开奖了啊！要不然奖品太多，开不出去了。奖品太多，开哪个？开完奖之后，咱们该下一个最后1朵金花哈，咱们刘诗雯聊刘诗雯。来送这个 DVD 吧，这还有2个送个 DVD， 来送个 DVD。大伙儿准备好啊！武军老师要出题了。我看看，那我们就出一个还是跟全运会有关的吧。全运会女双冠军是谁？女双冠军是谁？好，看看啊！我提示一下大家，因为这可以说是赛前大家并没有想到他们能夺冠，但最后他们真的是夺冠了。想一想看是谁啊？现在有1.8万人了，进到我们的直播室当中。哦，哎呀，很专业！你看，顾玉婷和穆子，他们之前呢是4-1战胜了这个丁宁和刘诗雯夺冠大热门，接着呢在决赛里边是又战胜了这个陈梦和朱雨玲，夺得了冠军。穆子和顾玉婷。哇，这个追梦无悔230-305。这位网友手速非常的快啊！今天啊，恭喜你！追梦无悔的这位网友啊，当然了，后边还有一个230和305的后缀啊。非常快，这个 DVD 一份。哎呀，这也说明大家对这个乒乓球非常了解，确实。奖品很多啊！奖品很多啊！看见，咱们接着聊。接着聊。4朵金花，最后1朵，聊聊刘诗雯啊。刘诗雯呢，就是因为现在呢，就是我今天发了一条微博，就是什么呢？因为我是一种跳跃思维啊，因为明年必须跳跃啊，这需要打通来聊。明年想了想，还是打通来聊更舒服。明年呢，因为对中国乒乓球女队来说有4项非常重要的比赛，第一项比赛呢就是在伦敦进行的这个世界杯团体赛，然后第2项呢就是在瑞典进行的世乒赛团体赛，然后紧接着就是在雅加达亚运会，然后第4个就是女子世界杯的比赛。这4项赛事，首先第一个比赛呢就是世界杯团体赛，在之前这个国际乒联的这个报名名单上面呢，当时是只显示了3名这个队员的名字，一个是丁宁，一个是刘诗雯，一个是朱雨玲，后面还有2位选手的名单怎么产生？那么这个我也是问了一下教练组，后来知道呢，就是大概在2018年1月5号、6号，差不多这2天，有7名实力相当的队员，然后呢去角逐这个7选2的这样一个名额。这前2名的选手呢，将会跟这个丁宁、刘诗雯和朱雨玲3个人一起，就是5个人，然后去出战伦敦的这个世乒赛的世界杯的团体赛。这7个人呢，就大家也都是非常熟悉的。你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孙颖莎呀、王曼玉呀，包括陈梦啊，然后包括武阳啊，然后包括陈清彤啊，他们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可以说，我相信这个选拔绝对是非常的残酷，非常的精彩和激烈吧。也就有的人说，哎呀，带谁去？哎呀，手心手背都是肉，带谁去好可能都有。网友也在问呢，说特别想带着什么莎最好能去呀，等等啊，这全是7个人都很棒。对啊，对，曼玉也能打进去啊，可能对这些刚才您说这个3驾马车叮当响，对他们寄予厚望，绝对是因为他们毕竟代表着中国乒乓球女队的未来嘛，对吧？这么年轻，而且现在状态这么好，
自然可能更多的人希望能够以老带新，能够带着他们去奔赴伦敦。这3位的特点如何？这3位新秀，就您所提到的这3位对马车啊，这3驾马车，这谁马力最强劲？哎呦，这不是说马力最强，马车没有马。他们3个人基本上有的时候能够形成一个循环吧。那3个人能够形成石头剪子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有的时候我胜你，有的时候你胜他，然后他再胜我，能够形成这样的一种状况。3个人都没有绝对赢其他2个人的把握，这也就证明，就是说明中国乒乓球女队整体强大的一个根基。所以说，我就说这个除了4朵金花之外，又冒出这么3驾马车，这是当然了，这是网友们确实智慧很丰富，有提出了这样一个新名词。我觉得的的确确也对这3驾马车确实寄予了厚望吧。我在2018年，我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目光也投在他们3个身上，看看到底怎么样。给吴军老师挖个坑，这3位你最看好谁啊？这3位啊，如果说从这个3个人的自信心上来说，我最先听到要成为世界冠军大满贯的是王曼玉。这是您采访当中，对我采访当中，他面对我的镜头说的。我问王曼玉，我说你将来有些什么样的目标和愿望？后来他说，成为世界冠军没啥意思，要得就是大满贯，冠军没啥意思，就是大满贯。他说，在乒乓球队这样一个基地当中，你说成为一个世界冠军也太一般了。因为我还记得，就是当时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备战世乒赛，因为王楠、詹已经都不打了，然后这时候我做了一期节目叫《寻找一姐》，当时我就问这个丁宁、问刘诗雯他们，我说谁能够成为一姐？当时丁宁后来告诉我说，我希望将来我能够成为一姐。哎，你看看这几年下来，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人家心里边对吧，自信心非常足，而且对自己确确实实，对，这我觉得也是一种职业精神的一种认可吧。运动员讲究嘛，讲究这俩字叫做气势。对吧？你一个运动员在上来跟人家拼刺刀的这种概念的时候，没有气势了。其实就是中国运动员现在这几大主力，当时人家就说李晓霞站到场上，对手一见他，好像就输了2分了，就这种感觉，啊，直接把拍一交走了，好家伙，拍背手散了。再颁一个吧，这太多了，你这还有1、2、3、4、5、6。来吧，确实，来吧，吴军老师随便颁奖啊。对啊，这又颁奖了，大过节的，这确确实实大家能够守在这个地方啊，然后来看我们在这聊天，确确实实过意不去，我们还是多抽奖，还是那句话啊，大家准备好啊，抽哪个？来抽个邮票吧。再抽个邮票是吧？挨个送啊，好那我就再出一个啊，在杜塞尔多夫世乒赛上，谁获得了女双冠军？非常简单。女双冠军啊，杜塞尔多夫的世乒赛上，对，女双冠军应该是谁？哎呀，那对了，丁宁、刘诗雯，哎呀，确确实实4比3，他们战胜了当时朱雨玲和陈梦，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丁宁第一次获得这个女子双打的世乒赛的冠军。这个是我不确定能不能念得对，是一个英文名 ，Mock O 网友，手速非常的快。这样是吗？我这怎么第一个不是？但是我已经说出来了，就算了。没事，咱奖品多，咱可以再接着再说。对，咱们听吴君亚的，吴君亚念谁？你们找吴君亚算账好吗？这跟我和吴军老师无关啊。对美女要宽容一些啊。对。圣诞小姐姐。哎，这个世乒赛上好像这个拿了4金哈，有1金没拿到，但是呢，这1金在新政策上又要进入奥运会了。哎呀，混双，这可以说，我觉得2017年在国际乒坛非常让大家高兴的一个信息吧，就是混双项目进入到了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上面去。这也就意味着乒乓球项目就有5块金牌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大家都猜测说，哎呦，这有了5金之后，中国队到底能拿几金呀？对吧？因为这个政策呢，说心里话是日本乒协提出来的。日本乒协因为在这次杜塞尔多夫世乒赛上，他们的石川佳纯和吉村真晴
也是夺得了这个混双的冠军啊！当时我在那个新闻发布会现场也是非常的热闹，这个石川佳纯又蹦又跳的。当时我还向他表示了一下祝贺，我说你这次打的真的不错。正因为他们夺得了这个混双的冠军，所以说日本乒协呢，他们才经过考虑，然后建议国际奥委会把混双列入这个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当然了，这个混双可以说，我觉得对中国队来说呢，历来都是我们的优势项目。因为在世乒赛的历史上，我们曾经包揽过前7名，对吧？只要参加就包揽前7，这不是光看历史对，你听我说。然后呢，你看，包括这个苏州世乒赛，包括这次世乒赛，我们后来采用了为了推动乒乓球项目的发展，我们采用了跨国配对的一种形式，对吧？也达到了很好的推广的效果。但是现在呢，这个混双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后，也有传言说，这个国际乒联可能会对各协会的参加的项目进行一个制约。当然，就是说可能一个协会是不是你5个项目只能参加4项啊？当然，这等等都是一些传闻，还没有最终的这种敲定。毕竟距离这个东京奥运会还有将近3年的时间吧，因为这个后面的变数还很大。当然了，我们希望这个混双作为中国的优势项目，这块金牌，当然我还是希望中国队能够拿到。这王牌项目的专项记者就是不一样这心态都是这么的愉快完全不当回事。现在好像这个打这个国际乒联这个规则变化上，这个球又变了。哎呀，球是转的，但是老在变对，这个呢，确确实实也是球员非常头疼的一个事情。这个世乒赛一种用球，然后乒超联赛一种用球，紧接着这个世界杯团体赛又是一种用球。运动员在不断的这种这个调试的过程当中，所以说有的时候运动员确实也挺不容易的，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你得不断的这个适应这个国际乒联带来的这种变化，所以说，我觉得确实，而且运动员这又是在打的过程当中呢，又非常非常的敏感，细小的一点变化可能就能够察觉得到。你比方说，就为什么就现在有很多网友这个曾经问我说，刘诗雯现在对他这个新的这个球拍适应的情况怎么样了？其实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就是说都是非常正常的一种情况。之前也很多，比方说像我们的一些像邓亚萍像那个谁，包括像张怡宁他们等等，在遇到某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适应不同的这种胶皮或者海绵或者说是底板来进行调试。这个后来这个刘诗雯呢，就是世界杯之后，现在呢好像正在试一款新的底板吧。我相信这个试的过程，就是说，如果说感觉这次乒超联赛试的比较好的话，我相信今后有可能他就适应这一款的这个底板了。当然了，这个最终还没确定下来，只不过是在一个试打的过程当中。底板海绵这个胶皮这可能太敏感，也是这些可能比较专业的一些球迷对这些可能会特别的清楚。对，具体怎么样旋转，就像我这样完全搞不清楚，一下就被转晕了。这个老说球是圆的嘛，让它转起来武军老师来给我们再转个问题再转个问题。行，好，那我的这问题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在聊的过程当中都已经把答案基本上都告诉大家了。当然，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是吧？对这是最主要。哪个奖品？做人最重要开心。哪个奖品？邮票是吧？好，邮票这个还是里约奥运会的邮票。那我们就说个稍微大一点的赛事，那就说这个女乒世界杯吧。这个女乒世界杯女乒世界杯朱雨玲在世界杯决赛上几比几战胜了刘诗雯，非常简单好，看看。刚才是不是都说了？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已经把答案告诉给大家了。当然，我相信这个球迷对这个确实应该4比3，确实是4比3。这还是刚才那位吧？咱不能重复送不能这不能重复送这位叫做是小不是笑的网友，您已经拿到一个，对，咱不能重复送实在不好意思。但是手速真的是非常快。那就是这个 CC 潇潇姑娘，CC 潇潇姑娘。这个广告之后，大家又回到我们的微直播其实这个广告也都是这些乒乓球的比赛里面有很多大家喜欢的这种偶像球员，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大家应该特别愿意看到的一个广告。其实这个我觉得精彩球有时候看起来让你回味无穷是吧？当然了，你比方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在今年深圳举行的这个
12强的那个比赛里边，当时这个冯亚兰跟丁宁的一球，丁宁啪给了一个这个反手的斜线，这个冯亚兰倒不过来了，右手倒成左手，然后回了个斜线。哎呦，当时那个球我觉得的的确确太精彩了，所以现在回忆起来那个球都历历在目。两手都要硬。对对啊，这水平厉害。这个奖品里啊有一个是福原爱的签名哈，一会儿咱们送出这个。送出这之前，请武军老师聊聊这个福原爱吧。这跟他管您是叫李叔是叫李哥呀？好像一直在他的叫。跟您关系非常好。他叫李哥，李哥。所以这个叫法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最早吧，比方说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结束的时候，当时中国女队进行一个队内选拔赛，然后呢，因为张怡宁、王楠他们都没参赛，后来刘诗雯获得了冠军。当时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么萌的一个小姑娘获得冠军，我就对她进行采访。后来采访完之后，第2次又进行队内选拔赛的时候，大家就注意她了。后来刘诗雯因为打得很一般，人家就问她说：“刘诗雯，你怎么这次这成绩突然间反差这么大？”她说：“都是那个眼镜叔叔。”他一采访我之后，我觉得我是角了，结果就有压力了，以至于没想到这个就越打越不行了，就发挥的不好。所以说当时他管我叫眼镜叔叔，后来就等于就叫李叔。这个谁呢？这个福原爱呢是管我叫李哥，是因为这个在日本有一个传统，就是比方说不论年龄多大，然后呢除了自己的亲叔叔之外，其他都叫哥啊，所以说他就叫了李哥。而这个丁宁为什么又管我叫五哥呢？因为他知道这个李叔人家叫过了，这个李哥也叫过了，我要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有很多人的时候管我叫五军，后来他说索性我就五哥吧，以至于现在这个丁刚有时候见了我都喊我五哥，我觉得不管怎么叫我觉得都挺高兴的。但是现在的刘诗雯之前因为不是叫眼镜叔叔叫李叔吗？他觉得我这辈儿数差了，吃亏了，所以现在他又开始也叫李哥了。但是总之我觉得跟这帮小姑娘在一起，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有一段时间不见他们嘛，就觉得想得慌。这采访有风险，队员需谨慎啊。这个狡兔三窟，武军老师有3个名字啊。接着聊聊福原爱啊，说到福原爱，这福原爱这前不久也是对啊，做了妈妈了，然后做了之后，然后我也给他发信息向他表示祝贺。后来当然了，有的时候他也经常把他这个很萌的、很可爱的这个女儿的照片发给我，然后有时候还跟我交流说这李哥，你看看到底像谁啊？是像我老公啊，还是像我呢？我说，哎呦，这小孩真是，这结合了你们2个的优点，哎呀，太可爱了。有的时候经常在沟通。我觉得老师都会聊天这总之吧，反正我觉得我一看这小孩确实太可爱了。有的时候等找机会我让他再拍一张他们的全家福，到时候给我们到时候给大家展示一下看看。当然现在他就是小一点的那照片我们已经有，而且在微博上面那个江宏杰也发出来了。当然孩子一天一个样，我相信这肯定是越来越可爱，越来越好看。没跟您聊过说他什么时候打算复出啊？哎呦，这个话题其实有的时候吧，一般像福原爱，我相信他是有一个大目标、大规划的一个人，他职业精神非常强。当然他没提这个问题，但我相信他内心一定想过这个事儿。毕竟2020年在这个日本东京在家门口作战，对吧？但是呢，什么时候是不是在重返赛场或者怎么回事，这个他肯定会根据自己的一种情况来定。对，因为毕竟现在你说他这个时候可能首要任务就是在家要照顾好自己的宝宝，对吧？然后因为现在时间上来说，我觉得还是来得及的，毕竟到2020还将近3年的时间呢，对吧？一切皆有可能，我们到时候静观其变吧。也希望能够在赛场上再次见到这个可爱的瓷娃娃吧。我说老师一谈到这关于小孩的事儿，这一下从这个表情啊到语言都柔软起来，心地也跟着柔软起来。来吧，咱们既然说到回来，那给人颁奖了。哎呀，行，那我们就出题。哎呀，很简单的，那还是答案都已经告诉大家了。这个福原爱的宝宝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好吗？简单吗？这问题简单，是男还是女？福原爱的宝宝是男还是女？这个不是 B 超啊，这个是已经出来了。非常快。这谁这么快？等会儿，哎呦我的妈呀！我们看的是网友刷屏太快了，我都没找着。
我看见第一个刷出来的还是个英文名叫 Dragon Joe。Dragon Joe。反正就听吴金燕了，听我的就对了。好，要是您联系，我说了，对，联系我。好，联系吴金燕，谢谢。这个精美的一个奖品。这是奖品啊。这是。这个桃心是福原爱的一个标志。你看他每一次签完自己名字都会画一个桃心。哎，我觉得老师，乒乓球这么热啊，热度这么高，大伙儿关注的也特别多。那为什么今年好像联赛又裸奔了是吗？这确确实实有点不太好意思，我也觉得很奇怪。这我们这乒乓联赛都已经进行了20个年头了，现在人家都是越做越大。你像 CBA， 包括像中超，包括像排球，那么火爆，而且进行的时间也都差不太多啊。我们这今年又很羞涩的裸奔了，我觉得这影响力确实很大，尤其是去年奥运会之后，这影响力特别大。对啊，你看按照运动员的新势力榜来排的话，前10位当中乒乓球占了5个。对吧？你不能不说这乒乓球的关注度小，对吧？我只是感觉我们在操作这个乒乓联赛的时候，到底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它？我觉得这是问题的核心。这问题没给您挖坑吧？没有，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跟乒协那边提一些我们自己合理的话的一种建议。我总感觉就是说，这个乒乓联赛的好坏，因为它毕竟决定着运动员一年当中的收入，可以说大部分的来源是靠乒乓联赛来实现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善待我们的联赛，我们的这种对吧服务的意识，我们的这种对待赞助商的意识，对，包括对待媒体人的这种意识，我觉得可能各方面都需要向这个 CBA 向中超学习一下吧。所以说，我觉得在跟他们几乎同时开始，我们显得好像清静了很多，静悄悄的一直在进行着比赛。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对这个职业联赛的规律的把握，我觉得也需要进一步的去考证一下吧。因为你比方说像人家的联赛都是很完整的一个联赛，而我们的联赛就显得很时断时续的支离破碎。打完2轮之后，紧接着又休息10多天，再打第3轮、第4轮，然后紧接着又休息一段时间，再接着打。这时候我就感觉无形当中一定会对这个联赛造成一定的伤害。另外呢，还有比方说像在联赛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些制度的设定，我们没有季后赛，这我觉得是今年当中，当然也可能是时间的原因，但我总觉得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没有季后赛，这是一大败笔。另外还有我们没有升降级制度，这就显得这个联赛的关注度无形当中也就小了很多。当然了，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出现问题总比还是这样沉默着进行，我觉得要好很多。我们必定还可以就是拿出时间来去分析它，在明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的确需要去完善一下我们的联赛了。这网友也在对这联赛吐槽啊，这是网友说的啊，打游击一样，太不专业了，不是球迷根本就不知道，没人管的感觉，乱七八糟。这都是网友意见啊，我们只是传达一下。对，再一个还有你比方说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信息，对吧？这个比方说赛事的这种预告，比方说这种门票的销售什么等等这些，我觉得都需要进一步去细化它。我觉得的确从去年这个奥运会结束之后，掀起了一股这个乒乓热。哎呦，当时我看到去年尤其乒乓联赛的时候，这种迷妹们，哎呦，随着自己喜欢的球员四处征战，那个场景看了之后，真的我觉得我挺感动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好的势头，千万，我们不要把它再失去了。我觉得乒乓球的确还是有人看的，而且有很多热爱乒乓球的人在关注着它。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主办方吧，我觉得我们再下点功夫吧。为这乒乓球发展啊助力啊，大伙可能都应该多投入一些个人的力量啊，比如像武志老师，他又要开讲了。啊，那行，就说起这个，哎，说准备啊，好嘞。既然说起这个乒乓联赛，我们就出乒乓联赛的吧。来吧，来吧啊，信手拈来。哪个奖品？好啊 ，DVD 好，这里边有很多很好听的关于乒乓球的歌曲啊，我们就出一个。上赛季乒乓联赛女团冠军是哪支队伍？开始。上赛季乒乓联赛女团的冠军，对，是哪支队伍啊？非常简单，应该说。看看，上赛季乒乓林高远，武汉，对，武汉100%没问题。刘诗雯带领的武汉100%队，然后获得了
女子团体的冠军。栗子茶茶，具体谁获奖？吴俊亚说了算啊。栗子茶茶呀，我念过名字的网友，请跟我们CCTV 5官微的，请私信我们的官微，然后我们会有编辑跟您联系。栗子茶茶呀啊，栗子茶茶呀，栗子炒一炒。还剩几份奖品啊？还剩1、2，还有一个压轴的这个。对，我觉得这怎么也一定要把这些奖品都送给大家，我觉得这因为这个时候还在关于女生，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多跟武军老师聊。武军老师对于就是日本乒乓球这个最近的这种应该是一种崛起的这么一种态势有什么？我觉得反正不管怎么说，因为大家的目标都是针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因为日本乒乓球队呢可以说也是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他们也是信誓旦旦要希望在家门口能够夺得一枚奥运会的金牌。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之下，我觉得作为中国乒乓球队来说，尽管我们有优势，但是呢我们也一定要警惕日本队的这种进步。你比方说像亚锦赛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对吧？所以说在每一次在对日本队的比赛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格外重视他们重点队员的这样的一种发挥。因此呢，我相信在未来将近3年的过程当中，中国和日本女乒之间的这种对抗还会一直持续下去，而且这种对抗还会越来越激烈，对吧？现在呢，我们别想的就是说通过这近半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对吧？各种比赛当中，这个我们也是拼也没于11连胜这样的一个成绩，人家没准还藏着其他的。对，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小心，但同时呢，要相信自己，这是一定的。我觉得这乒乓球队这个强大在我们这样一个团队上面。当然，这跟这个教练的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啊。的确。咱们这个教练水平绝对世界第一，随便上国外哪个队一去，那都是主心骨的位置。要我们再来颁一奖吧？再颁一个奖是吧？好，因为现在已经1个小时了，1个小时，咱们再坚持些几分钟，把这些奖把奖品全部颁完吧。对，好。再发一张邮票。最后一张邮票。喜欢的朋友，现在赶紧看看自己的手机。好，那我们颁一个全运会的吧，还是全运会的。对，在这一次天津全运会上，谁获得了混双的冠军？应该说天津全运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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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世乒赛啊。这可能有点难度啊。早田希娜，好，一会儿我们聊聊吧。对，确实，王曼玉、于子洋，你看这一看就是确实真球迷。这王曼玉和于子洋呢，然后代表黑龙江队在天津全运会上是4-1战胜了郝帅和王一迪，夺冠了。我现在给公布一下是谁获奖我看到的是一个叫 Romantic， 浪漫 Romantic， 头像是一个可爱的皮卡丘。浪漫的获得了邮票这个奖。那刚才网友问到早田希娜，早田希娜，我觉得完了再发奖再发奖，我觉得也是日本队这个崛起的一个新秀吧。个人的条件应该说还是在日本队里边还是比较出色的，身材修长，而且呢左手确实双打现在实力非常强，因为他跟这个伊藤美诚之间的配合，我相信这对组合将来在中国在这个女乒的这个对阵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而且这个早田希娜的单打实力也不错，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对早田希娜的这种研究，中国队一定会放在一个也挺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吧，因为他毕竟还年轻嘛，他的冲劲还是挺足的。咱们好像一般对那个主要对手都有，不单是贴在墙上，还都有特意去模仿的人。对，学习他的这种打法，可见咱们这个储备这个厚度之深啊。是，来吧，颁奖，好。那我们发一个，不叫颁奖，抽奖，抽完了奖再颁奖啊。来吧 ，DVD 再发一张。刘老师准备孙颖莎一会儿有网友要问孙颖莎孙颖莎人气现在很盛那行吧，那我们就提孙颖莎吧。既然孙颖莎呼声这么高，那我回去一定要把这个愿望转达给她。
说很多网友都在向你提问啊，孙颖莎，孙颖莎哦，这个问题呢，也是这个已经说过了啊，在河北队跟山东队的这个天津全运会团体赛当中，孙颖莎夺得2分，分别战胜了谁？这太难了吧？2分啊！我看看这有没有人知道啊？他拿了2分，拿了2分，看看他都分别战胜了谁？我还以为给2份奖品呢。再念一遍，看啊！孙颖莎在这个天津全运会这个代表河北队跟山东队的比赛里边，他战胜了2位选手，分别是谁？啊，回答一位就算对吧？已经有啊这个厉害，你看没有？陈梦和顾雨婷确实是谢毛毛哦，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谢毛毛这位网友厉害啊！啊，确实厉害，佩服。顾雨婷非常快。哦，这老师说出佩服2字啊，不容易，确实是专业啊。来吧，聊聊孙颖莎。孙颖莎呢？这个队员，我记得在今年黄石封闭集训的时候，因为我看的时候也是虎头虎脑，非常可爱一个小姑娘。后来我问她，小姑娘，您形容为虎头虎脑那个劲儿在那摆着呢啊！这有的时候虎头虎脑的未必是这个贬义词，对吧？不是贬义词，我说一般都形容小男孩。对，也一样。我因为他当时呢头发也不是很长，所以说我问了孙颖莎，我说孙颖莎你多大呀？孙颖莎跟我说16。我说你的这个水平怎么样？因为毕竟刚进一队嘛，水平怎么样？他说这个比赛的时候你看看。后来我说比赛时候看看什么状况，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在队内打那个热身赛，乒乓球队这个女队出战这个杜塞尔多夫之前打热身赛，一上来他就跟丁宁打，我说这能打吗？后来上去一看，哟，真是不错啊，这孙颖莎，这个技术打法非常先进，而且呢，就是说他的衔接技术非常好。那一次下来之后，我就感觉，我说其实像丁宁这些一线主力队员，比孙颖莎这些年轻选手好的就是他们对比赛当中节奏的这种把控。如果说给孙颖莎一个机会的话，他可能瞬间就爆发了。结果没想到，这个杜塞尔多夫世乒赛结束之后，6月份他就参加了这个自己的第一个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的公开赛，日本公开赛。结果孙颖莎就一鸣惊人，夺得了女单和女双2项冠军。而且决赛里边他还是在这个1-3对陈梦的情况下，然后4-3翻盘了，然后战胜了这个师姐陈梦。当时我说这个孩子确实太厉害了，因为他跟这个陈梦2个人呢都是这个黄海成教练的弟子，所以呢在决赛里边战胜了这个陈梦之后呢，这个我看这个陈梦和孙颖莎2个人也是不时的在进行交流，陈梦也不时的在点拨孙颖莎，这也反映出这个陈梦也是对孙颖莎也是格外看好。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气势，需要加强的在哪？主要是还是大赛的经验积累吗？对，一定是这样。你看现在如果说我觉得就我们的这几位主力队员在遇到这个孙颖莎的时候，我相信都会格外的注意。你看小蚊子在7季写的是后生可畏，这词儿说的特别到位，特别好啊，是吧？是。来，虎志老师给后生可畏颁奖吧，咱再接着出题，把这个颁出去。行，那我们再说孙颖莎就出个孙颖莎的题吧。刚才出了一个，再出一个孙颖莎的题是吧？好，再出一个。既然是说到他了，这个奖品还是这个DVD 好。大奖归最后好。这个孙颖莎在天津全运会跟丁宁的比赛里面，大比分是几比几输的？开始。孙颖莎在天津全运会的时候跟丁宁打到了几比几，比分打到了几比几？对，几比几大比分啊，大比分。大比分，看看。哎呀，我天，真厉害，2比4，确实是。等会儿我这个哪儿去了？未央柳荫。哎呀，真棒，真棒！这个比分还能记住，不错。太专业了。未央柳荫啊，到时候一会儿找吴君亚或者找吴君亚也行。这个乒乓球歌曲的 DVD 对，我估计找吴金亚都是要电话。一会儿上大奖了，行，大奖之前跟武志老师也聊聊这个沙板吧，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好像武志老师最近对这个沙板的这个也格外关注这个沙板呢，因为可以说我关注了大概差不多1年的时间了很多人问我说什么叫沙板？沙板实际上就是这个在这个底板上面，然后铺了一层砂纸。那玩意儿多毁球是大家感觉好像是听起来这个很清脆，但它也有它的
这个优势。它的优势在哪呢？就是说，把这个胶板过程当中最难克服的旋转的这个问题，然后解决了。因为有乐趣会不会减弱了？哎，不一样。然后呢，沙板呢，因为你比方说接发球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不会一接球马上就吃发球了，然后呢，形成相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所以说呢，这个沙板，我觉得尤其比方说对小学生，包括比方说对老年人，我觉得都非常有锻炼价值。尤其比方说，如果说把球赛做的稍微大一点的话，那健身打一会儿这汗啪就下来了。而且现在呢，这个随着沙板这个中国选手成绩的提高，因为在今年的这个伦敦举行的世锦赛上，我们的严伟豪又夺冠了，而且前不久他又在世界杯上也夺冠了，成为这个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个双冠王。所以说，随着成绩的提高，而且高额奖金的这种刺激，我也相信会有更多的选手，而且尤其是打胶板的选手可能会加入到其中。为什么呢？它可以延长它的运动寿命，而且这个赛程会不会特长？比如说打一局这个时间特长？它是这样，它基本上你比方说一般预赛都是3局2胜，只有打到半决赛决赛的时候才是5局3胜，而且它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赛制，就是较2分，就是在12分之前每个人有一次较2分的机会，你一申2分，你比方说你赢了，那么你就加2分，输了然后呢对方涨1分。所以说这样的一种赛制的一种规划吧，使得这个比赛使得这沙板非常有趣。所以说呢，我觉得有机会大家可以不妨尝试一下啊。对。另外，我觉得就是我记得当时严伟豪到台里边做节目的时候，我还把他带到乒乓球队，跟我们的队员切磋了一下。我们的很多队员拿过来都拿着这个沙板试着打了打，而且都觉得这个很有乐趣，有点意思。确实。其实这个咱们网友打乒乓球主要就是为了一个健身嘛，是吧？锻炼身体。这个沙板可能打起来更出汗。对，没错。其实，接触一点新生事物，我觉得真的挺好的。这个胶板和沙板，我觉得作为这个乒乓球这两种类型吧，作为兄弟俩，我觉得谁也取代不了谁。而且我觉得如果你两者都会的话，可能会更有意思。只不过可能就是从胶板转沙板的过程当中，可能拍形上面可能稍微有一点变化。但是呢，比方说像我们这打颗粒打法的选手，几乎拍形不用变。因此呢，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可能甚至于现在在这个沙板世锦赛的这个舞台上面，看到了40岁的运动员有的是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延长运动寿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吧。对，大家一起这个动起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哈。1个小时12分钟了，咱们把最后大奖搬出来吧，好吗？好。大家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自然找一个分量最重的人吧。这2017年用完美一词，刚才我概括的丁宁吧，好不好？记着啊，这最后一个题一定跟丁宁有关。我们来抽最后一个题目啊，大家准备啊。非常漂亮的啊！你看这个我也做一个，看我也带了一个，的确非常的精美了。关键是它还是一个小球拍，还有一小乒乓球，的确非常精致吧。我们出一个跟丁宁有关的题，大家听好啊。丁宁在杜塞尔多夫世乒赛上拿到了几块金牌？还是丁宁在杜塞尔多夫世乒赛上拿到了几块金牌？最快的是哎呦，这你看看，这都是这怎么办呢？哎呀，那肯定是女单和女双啊，这是一定的。对啊，这给谁的？这吴俊亚说了算。吴俊亚说了算，这跟我和武军老师没有关系啊。这确实，大家对丁宁因为太熟悉了，丁宁也确实，而且现在呢，我记得好像这2天我看这个微博，这个可爱的叮当们，包括这个他们在整什么，你知道吗？在整理这个丁宁目前职业生涯当中最感动你的瞬间，最难忘的一个球，什么这样的一些活动的这种整理。我觉得我们的球迷的确太有心了，而且我觉得太值得让我们钦佩和喜欢了。另外，在今年，比方说在这个地表12强在深圳的比赛里边，张怡宁的球迷就曾经专门把一本张怡宁职业生涯的全记录，然后送给了我，一本厚厚的册子，而且那个上面的很多成绩都非常的精准。我看完之后的确，我觉得作为我们媒体人来说，我觉得我们都得向他们学习。有些东西我可能都不是很清楚，或者说记得不是很牢。的确感谢我们的球迷们，有了他们，我觉得才使得乒乓球这个项目受到更多人的这种关注。
咱们还没公布刚才这位获奖。这个大奖网友名字叫没有那么幸运。没有那么幸运，哎，没有那么幸运，那今天就非常的幸运，也是很低调，也是很低调啊。不是简单的幸运，您这个厉害了。时间过得非常快啊，本来这个节目是1个小时，这已经聊了1个小时快15分钟了，咱们也不得不结束了。非常感谢武军老师来到我们这儿做客，也非常感谢吴俊亚啊。